只要那个山羊头此刻开口，那就说明我猜测的8、9不离10了。很好，所有的人已经讲完了故事，下面是20分钟自由时间。20分钟后，需要每个人在自己眼前的白纸上写下一个名字。果然有20分钟的时间，这样一来，一切都解释得通了。众人此刻有些慌乱起来，大家互相指责和猜忌。规则说得很清楚，只有众人都选中了说谎者，8个人才能一起活下来。我没有参与任何的讨论，默默地闭上了眼。无数个线索在我脑中盘旋编织成网。我从山羊头那里又要了一张纸，便埋头开始计算。过了好久，我才抬起头来，看着众人，我的心里塞满了恐惧、犹豫、怀疑和迷惘。各位，本来我不想救你们的，可是如果你们选错了，我也会死，我绝对不可以死在这里。有人在外面等我，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办法出去。我只能在此公布答案，希望你们听我仔细说完。靓仔，你知道谁在说谎呢？这是我抽到的身份。众人看到这3个字之后，面色都有些错愕。我若没猜错，你们每一个人手中的牌都是说谎者，你们都在自己的故事中加入了一个小小的谎言，让故事在剧情逻辑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完全成功。按照规则来说，只有我们所有人都选中了说谎者，我们才能一起活下去。但这样一来，说谎者就输了。所以我们可以随意投票，因为大家都在说谎。现在最优的方案就是将所有的票数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可以将损失降到最小，毕竟剩下的人能活下去。你是说我们可以随意投票，因为大家都在说谎，这变成了必赢的游戏，只有被投票的人要死。这样说来，我们只是在投票让其中一个人去死。没错，现在最优的方案就是将所有的票数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可以将损失降到最小，毕竟剩下的人能活下去。警官喜欢打断别人说话，让你有成就感。你这叫什么话？你的想法会害死大家的。什么？我为什么会害死大家？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如果所有人都在说谎的话，岂不是任何一次投票都可以成立？山羊头说过，规则是绝对的，有且只有一个说谎者。这一场游戏中，看起来说谎者的赢面很大，因为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要赢了。可若我们随意投票，最后死的会是我们全部的人。因为我们破坏了规则。是的，但是这个游戏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们根本无法推断对方是否在说谎。正如张律师所说，我们只能靠各自的经历是否矛盾来推断。可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地区的人，就算发生的事情再矛盾，也没有100%的把握证明对方说谎了。举办者特意选了我们9个坐在这里，那就是让我们从一个个看似相互关联的故事当中，自以为是地找出破绽。在这个游戏当中，我唯一能从已知的线索中100%确认的说谎者，只有一个人。我举起纸，上面写着人羊2个字。我之前就在好奇，为什么山羊头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向我们介绍人羊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看起来很多此一举。现在想来，这也是游戏的一部分。众人担心地看了一眼人羊，他依然没有任何动作。骗子，我有个疑问，山羊头说的规则是所有讲故事的人当中有且仅有一个说谎者，可他并没有讲故事啊。没有吗？我可记得山羊头清清楚楚地说过，他把我们聚集到这里是为了创造一个神，这不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吗？而且我不仅知道你们都在说谎，更知道你们在哪里说了谎。你们真的只是被砸晕、打晕，躲开了汽车，不知道自己怎么来这里的吗？所有人沉默不语。各位，承认吧，包括我在内，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死了。李警官率先翻开了自己的身份牌，上面果然写着说谎者。众人也将自己的卡牌一一翻开，全部都是说谎者。你很厉害，可你是怎么发现我们都已经死了的？这不难，我一直在想，房间为什么是密封的？墙壁和地板为什么要划线？桌子中央为什么要摆座钟？而羊头人又为什么要让我们强制进行中场休息？正常人的空气消耗量在每小时 0.42立方米。根据正常人的空气消耗量算，这个房间里总共有10个人，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沉睡了12个小时，
更进行了将近1个小时的游戏，便可算出我们消耗了54.6立方的空气。而我们这个房间每个正方形的边长都在1米左右，墙面地正方形数量是3×4，地面和屋顶是4×4，这个房间的长宽高就是4×4×3，共48立方米。而48立方米的房间如何容纳54.6立方米的空气？过了这么久，按理来说空气正在变得稀薄，可我们没有任何缺氧的感觉，这意味着我们根本就没有消耗空气。众人都被我大胆的设想惊住了，一时都保持了沉默。时间不多了，我已经写下了我的人选，接下来就看你们了。但要记住，只要有1个人的答案和我不同，在座的众人都要被制裁。众人有些胆怯，一个能随意杀人的怪物，如今要被他们投票淘汰，他甘心吗？羊头人始终没有动作。去他妈的，豁出去了！我投人羊。众人犹豫了一下，也纷纷写下了答案。时钟指向了一点，游戏结束。游戏结束，下面我将签字对败者进行制裁。羊头人从身后掏出一把手枪，转过枪头抵住了自己的心脏位置，直接扣动了扳机。枪声在狭窄的房间中回荡，紧接着山羊头捂住了自己的胸膛，开始惨叫。奇怪，我的脚能动了。赵医生率先站了起来，走到羊头人身边，伸手摸了摸他脖颈处的动脉。他死了，游戏结束了，该死，我们怎么出去？我们真的死了吗？为什么死了还能感觉到疼？怎么，你以前死过？我好像确实没死过。乔家靖胆子很大，他伸手慢慢地摘下了羊头人的面具，发现面具之下是一个面容完全腐烂的男人。我一直在座位上坐着，既没有站起来，也没有去寻找线索。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原因。医生，一般人被枪打中心脏，能够存活多久？若我记得不错，心脏中弹，人在几秒之内就会进入无意识状态，但由于医学上的死亡指的是脑死亡，所以就算无意识，大脑也会在工作几分钟的时间。刚才那个羊头人惨叫了几分钟，说明他的身体构造比一般人类要强韧得多吧？是的，他在心脏中枪的情况下，足足几分钟才完全失去意识。一般人都会选择太阳穴或者下颚。无论怎样，自杀者都会选择一种让自己尽量不痛苦的方式死去。可他为什么要对准自己的心脏呢？羊头人之所以选择自己的心脏开枪，8成是为了保护某样东西。游戏恐怕还未结束。你是说他怕打坏自己的面具？乔家靖将羊皮面具翻了过来，那粗糙羊皮的内衬暴露在众人眼前，一股腐烂酸臭的味道也从中传出。抹掉厚厚的一层粘稠的腐烂物，露出黑色钢笔写的字：我是人狗，你们受了诅咒。时钟一刻不停，四面皆有杀机。活路往家乡转动100次，春笋不怕雨打，雨后见。不等众人说话，四周的墙面忽然发生了变化，一个个孔洞凭空浮现出来，隐隐能看见其中透出的寒光。